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我自己原发性高血压的始末，然后呢，讲到了我开始寻找真正导致我血压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我强调我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发生在我的身上不一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今天跟你的分享是我个人的经验，不是一个科学的证明，但是我给你们讲的内容是有科学根据的。我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跟我们身体最密切相关的一种激素叫做胰岛素。我自己吃了一辈子的高糖饮食，终于我知道我做错了，因为高糖饮食的关系，所以我身体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这一件事情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血压升高。听清楚我说的话，我没有说这就是我们高血压的主要原因啊。我们引起我们血压升高的原因是多种的、综合性的，但是呢，胰岛素抵抗很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们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血管是会蠕动的，因为血管蠕动还有加上心跳，所以我们的血液可以顺利的循环嘛。所以血管蠕动是我们身体的刚性需求，血管蠕动要靠肌肉的，没有肌肉它怎么会动呢？我们的动脉血管呢，内膜跟外膜的中间呢，其实是一圈肌肉，这一圈肌肉叫做平滑肌。我们身体只要是有管状的地方都有平滑肌，食道、食管。你吞咽你不是地心引力下去的，是你的食管呢蠕动把食物送下去的。我们肠道有平滑肌，有平滑肌它就会蠕动，所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顺着小肠一直往前走，一直蠕动，推到大肠，推到直肠，让我们排便。所以如果你肠道蠕动不好，你就会便秘。这些蠕动全部要靠平滑肌的细胞，肌肉细胞的工作就是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平滑肌的细胞也是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的。我们动脉血管的平滑肌比静脉血管的平滑肌厚很多，因为我们动脉的蠕动很重要。我们吃高糖饮食的人，他燃烧的能量是葡萄糖啊。如果你平滑肌的细胞产生的胰岛素抵抗的后果是什么？抵抗的后果是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你肌肉的细胞里面去啊。当你的平滑肌的细胞不能够及时得到葡萄糖的能量供应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胰岛素抵抗比较明显、比较厉害的时候，你的平滑肌经常不能够得到充足的能量供应，还没有足够的能量，整个平滑肌的蠕动就不够力量了。蠕动没有力量的结果就是你血液循环的速度会下降啊。血液循环的速度下降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刚性的不可以啊，刚性的不可以啊，所以对我们身体来说这是一种紧急状态的，我们身体就会制造比较多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就是一种压力激素啊，肾上腺素释放出来以后，我们身体的心率会提高，我们血压会上升，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更顺利。可是这个时候你血压会开始上升了。但我们长期的胰岛素抵抗的人，我们身体长期的在这种压力的状态下，你血压渐渐上升是非常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为什么原因，你就回想起来，我在30岁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发福，也是我血压开始上升的时候。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拿出来说？胰岛素多的时候你开始发福的。胰岛素为什么会多？因为胰岛素抵抗，你身体需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所以当时我身体发福，然后我血压一起上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做的结论就是说，你看胖了吧，血压上去了吧，这理由多好，刚刚好啊，这个理由。所以胰岛素抵抗是一个我们需要彻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解决胰岛素抵抗，我知道对我血压的下降啊帮助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一个发现。我的第二个发现是跟慢性炎症有关。当我们血糖高，血糖如果单纯的稍微高一点它不是问题的，但是血糖如果波动的幅度很大的话，它会刺激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啊。那交感神经如果过度的被刺激啊，我们整个身体会变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交感神经长期被激活会引起血压上升的。我们身体的副交感神经就越不能够影响我们的身体，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互相拉扯，副交感神经帮助我们身体休息，帮助我们身体恢复。所以在血糖波动幅度很大的状态下，我们的血压不容易得到很好的控制的，血压容易上升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跟高糖饮食有关，因为长时间的吃高糖饮食，你血糖长时间的在高位，它是有毒性的。同样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的胰岛素也会长期在高位。那胰岛素长期在高位，它也是有毒性的。而这两种东西都有毒性，是我们全身性的，我们全身血液流到哪里，这些毒就到哪里。中间复杂的过程不说，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我们身体出现慢性炎症，而且是全身性的慢性炎症。我们所有的血管表面都会被它破坏，在细胞的层面被它伤害，所以我们的慢性炎症是一天比一天厉害。那当慢性炎症厉害的时候，会导致细胞的氧化应激，细胞的氧化应激又会使慢性炎症更加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压力的。而这种压力也是血压上
升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啊。所以血压上升，光是一个胰岛素抵抗，光是一个高糖饮食，它可以带来血压上升的原因就已经是多种多样的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学习营养补充剂的重要性。营养补充剂有很多多种多样的，有一样东西很关键，就是镁啊。如果你们大家去了解全世界矿物质销售量最大的矿物质，第一个是钙，第二个就是镁。那钙的问题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说，我只是告诉大家，盲目的补充钙绝对有害健康，我就说这一句话。但是镁呢，绝大多数人吃的镁，你身体根本没有用到，这个是我花了非常长时间去学习去读书我才了解到的。我们在刚刚开始吃补充剂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懂嘛，外行嘛，我们到这个补充剂的这个商铺里面去买镁，最简单的就是买到的镁叫做氧化镁，一粒一粒的丸子啊，像药片一样的氧化镁。那我们每天就吃1片2片氧化镁，就当自己补充镁了。后来读了书以后才了解到，我们镁啊是要透过小肠吸收的，不同的镁我们小肠能够吸收的程度不一样。氧化镁啊，我们小肠的吸收率只有 4% 啊，意思是说你吃1000毫克的氧化镁，你的小肠只能够吸收40毫克，剩下的就排掉了。那你可以说，那我吃2000毫克的氧化镁，我不就可以吸收80毫克了？我多吃一点，我身体不是就够了吗？不是的，你的小肠吸收的能力有限，每一个人的小肠吸收能力都不一样。可是当你提高它的剂量的时候，到了你小肠不能够再吸收更多了，你就开始拉肚子了，你就开始腹泻了。所以我才明白，有很多时候在便秘的时候，有一些营养师啊会建议你去大量的补充镁啊，就是让你服用镁达到你身体无法吸收了，然后你就腹泻了，而且对人体无害啊。你听不到任何人镁过量的，因为镁达到了饱和了，你就腹泻了。所有的补充剂里面就2种是有这个效果的，一个是维生素 C， 一个是镁，过量了你就腹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过量问题啊。其他的补充剂你统统要考虑有没有过量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镁？因为镁真的很关键啊。当时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读到说，如果我们人身体缺镁的话，会有各种各样不健康的现象。你可能便秘，你可能胃酸反流，你可能抽筋，你可能心脏抽筋的话就是心脏病了。你说哎呀，我眼皮子经常跳，缺镁有可能导致你眼皮子经常跳啊。你焦虑有可能是缺镁的，你抑郁你有可能缺镁，你睡着觉会磨牙有可能是缺镁的。我以前会咬舌，叫咬舌症啊，我打瞌睡的时候会咬自己牙齿，咬舌头，咬了满嘴血，都跟缺镁有关啊。那这引起我非常大的好奇了，所以我就一直读书，一直寻找。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叫做《镁的奇迹》 Magnesium Miracle。 读了《镁的奇迹》这本书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我血压升高跟缺镁也有关系。因为镁啊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镁跟钙啊是一起工作的。从一个细胞的层面来讲，钙是在我们细胞的外面，镁呢是在我们细胞的里面。当我们的细胞受到刺激的时候呢，钙就会进到细胞的里面去，细胞就会收缩。细胞收缩了以后呢，细胞里面的镁就会把钙推出去，钙推出去了以后，细胞就会放松。所以钙进去钙出来，钙进去钙出来，出来的时候是靠镁把钙推出来。平滑肌的细胞是怎么工作的？平滑肌的细胞是如何收缩的？钙进去镁把它推出来，钙进去镁把它推出来。如果说我们细胞里面缺镁的话，钙进去了出不来，钙进去了出不来，结果是什么？肌肉细胞这样了容易抽筋，平滑肌的细胞这样了不蠕动。所以平滑肌如果这样了不蠕动，结果是什么？你的动脉血管蠕动不好了以后，你血压就会上升了。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跟我们血管能不能够很顺利的舒张有关。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几个，胰岛素抵抗也好，钙镁不平衡也好，交感神经被激活也好，它是会使得我们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了以后，血管如果不能够顺利舒张的话，血管不能够顺利舒张才是血压真正血压最后上升的导火线呢，就扣了那个扳机，就是血管不能舒张。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在2-3年以前，我终于学习到了能够让血管顺利舒张的终极方案。我把这几种方案全部放在一起整理出来以后，我的血压从此以后风平浪静，健健康康，从来都不困扰我了。这也是最后我的慢性肾脏病可以保持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一期就说到这里，下一期我们来细细谈一谈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